高市是什麼概念？首先呢，他自己本身在答應要給美國5500億的投資，現在還是慢慢在塔。美國這個財政部長已經催他好幾次，專程跑來，他還在那邊拖。在此同時，明明已經日本內部國債欠了那麼多錢，對吧？已經超過你的負擔了。結果高市長做的事情，他跑去印度，跟印度說，我未來10年跟你10兆日元，跑到菲律賓，跟菲律賓說，我要跟你有34億美元的接下來的部分合作，然後对日本的國內說，我們官民要來做經濟開發，370兆日元要投進。高市長嘛上台之後，國際大撒錢，然後欠美國，然後國內要大撒錢，你覺得還能相信嗎？日本現在的經濟出現了哪一些難題哦？日本曾經是這個全球的第2大經濟體，也可以說為是亞洲最穩定的一個金融體系的代表。那大家都知道嘛，近期日本的匯率是跌得非常的慘啊，甜價吸引了全球的觀光客去造訪。但同时呢，日本也正面臨的很多的像是匯率的暴跌啦、債券被包售啦、企業的破產等等的增加，還有物價全面上漲等4大危機哦。我们带大家来看，甚至呢，市场现在都在懷疑日本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全球金融引爆的一個疑慮。雖然呢，日本的央行是很努力嘗試要拯救這個匯市，但呢，我們看到這些機構這些包括了普萊士、還有瑞穗銀行、還有三井住友銀行，他們其實看日元的匯率都還是持續往下的。我們之前說$1對這個150，大概就是它的鐵關卡，但現在呢，金融機構怎麼看？690啦、170啦，還有180，甚至還有人說到200這樣的一個狀況。哇，那到時候這個日元到底會跌到什麼慘狀？大家都覺得它是一個無底洞，我們要持續觀察下去，並且呢，不只是匯率一坨糟，這個國債在今年6月呢，遭到了海外投資人的大舉拋售，單月就賣超了這個3兆這個級別的一個數量，真的是讓日元重貶，日債拋售，還有政府的債務居高不下，這麼多的燙手山芋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你就知道問題有多嚴重了。所以過去日本這個低利率的神話，還有到現在財政信心危機其實這兩者之間只有一窗之隔是非常容易就捅破這一層紙窗的。那如果這個債匯呢都持續雙殺下去的話，尚志哥你怎麼看？日本是不是正在醞釀一個金融全球風暴的一個破口會發生嗎？大家為什麼擔心日本？主要就是日本剛剛其實進場講這一切，日本最近的財政震盪已經其實超過大家的想象。那比例最高其實就是日元。日元要知道，其實日本央行其實已經拿了700多億美金，700多億美金進來要來干涉匯率都沒有用，現在還是一直貶值，也超過我自己的預期。我本來先前覺得會升回來，結果都沒有用。好，我們要知道，在觀察一個國家的狀況，當然你要觀察它的產業。我們談了稀土被中國制裁，它的觀光、它的民間的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大家看3個：看日元、看日債，以及看日本股市。所以我們先講日本股市好了。日本股市其實表現還可以，日本股市現在創歷史新高。那麼在6月部分已經破了歷史的一個7萬點最近大概都是6萬點、7萬點這個邊緣。而且外資當中有人認識認為會漲到9萬點。所以從日本股市大家看，雖然看起來是好的，可是日本股市跟台灣股市一樣，現在都是整個偏傾斜的，都是以科技類股為主，它並不均衡。好，日元剛剛提到它的問題就是央行大家都不信。要知道，一個國家，如果你央行打算要升息，央行要控制貨幣，但這個全球的市場沒人信，你做的東西大家覺得沒有用，而且你現在到底要不要升息，各方面雖然略略的升息，接下來呢都知道要放鷹會升息，可是大家都不信，所以日元繼續貶值還差那麼多，所以他會怎麼辦？所以第二個部分是日本政府。高市早苗政府現在他的舉債超過想象。我講一件事情，日本現在最近在發債，7月2號才剛剛要發這個10年的國債，因為他們要花的錢實在太多了。10年國債因為短期，那麼它的利息大家比較願意買，長的20年、30年、4年沒有人要買了特別像日本，你又欠那麼多債務，日本的債務國債已經高達1343.8兆日元，然後每年他們的稅入1/4要來的還債。好，所以日本現在7月2號發債也沒人要。於是呢，可是你看看高市是什麼概念？好，我盤點一下，算給大家聽。首先呢，他自己本身
在答應要給美國5500億的投資，現在還是慢慢在塔。美國這個財政部長已經催他好幾次，專程跑來，他還在那邊拖。好，在此同時，明明已經日本內部國債欠了那麼多錢，對吧？已經超過你的負擔了。結果高市長做事前，他跑去印度跟印度說：“我未來10年跟你10兆日元，眼前今年2兆日元的概念，2兆就125億美金呢，要合作。”跑到菲律賓，跟菲律賓說：“我要跟你有34億美元的接下來的部分合作。”然後對日本的國內說：“我們官民要來做經濟開發，370兆日元要投去各式各樣的你能想象的部分開發，包括這些軍國主義的這些的再開發。”這就高市長嘛，上台之後，國際大撒錢，然後欠美國，然後國內要大撒錢，你覺得還能相信嗎？所以日本的財政部、日本的央行现在大家都不信。所以呢，雖然日本股市現在是起來的好，那它的危機點在哪裡？我覺得它的危機點是一旦日本的股市外資拋售，我覺得接下來如果外資拋售的時間點，因為 AI 或全世界的聯動當中的時候，它就會使得日元、日本日債，還有包括日股都巨大震動的時候，我覺得日本可能雖然不是說經濟坍塌，對，可是那個東西就失控了，而且這失控就會影響全球的金融。大家要特別接下來注意這一點哦，不要認為說好像有人喊到9萬點，那麼日本股就一路上去。現在狀況跟台北股市一樣，要居高思維。了解。好，剛才這個上次跟我們模擬了一下，如果股匯是3殺的情況呢，大家真的要特別注意，好不好？不過現在隨着日元匯率持續的走貶啊，這個日本國內的觀光啊倒是賺得風生水起啊。我們知道很多觀光客去玩啊，甚至出現了這個陰陽菜單的狀況。你拿中文或是你拿英文的菜單啊，價格是跟日文菜單不一樣的這個雙標的現象。但要知道，不是所有日本人家裡都開餐廳賣抹茶冰淇淋啊。你那些做貿易進出口的人怎麼辦？你這些中小企業現在成本這麼大，他們承受的前所未有的壓力。我們來看一個數據哦，根據東京商工的最新調查，在2025年的會計年度，日本破產的企業數啊，已經是達到了10505間了，這較前一年是增長3.6%到4%的，更寫下了10多年來的一個新高紀錄。所以很多的企業，大家看着這麼多觀光客來，但他們卻只能倒閉啊，他們吃不到這個紅利啊。那過去呢，大家都認為說啊，你日元貶值是有利出口啊。但現在是進口成本的暴增，企業的倒閉創新高，弱勢的日元是不是已經從過去幫助日本經濟的助力，反而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包袱了，沒有辦法解決？接下來關廠、裁員、失業，這都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啊。黃店長，你有觀察到這個問題，你覺得會擴大嗎？我是這樣講，這個經濟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對，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国家都希望我的这些匯率也好、利息也好、通膨也好穩定，哎，那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事情。那只要一變動很大，就像有時候台幣升，你也可以看到國內一大堆人批評。那我想這樣好吧？這樣你也發現一大堆人在批評。其實所有做生意的都希望穩定，他能夠知道他怎麼樣去買，怎麼樣去賣。那日本到底問題出在哪？問題出在1985年代的時候，那個時候日本的經濟橫掃全世界。我那時候記得我在這個美國讀書，那個教授講說，全世界有10大銀行哦，7家是日本的，前3大全是日本，所以這麼強大的家，在1985年這個廣場協議就逼着他從241比240，像今天才最多說到200嘛，對，240哇升到120，那對日本是一個非常非常強一個強烈的一個打擊，所以他日本一下子變成強勢貨幣了，變成這麼的高，所以他怎麼樣？他就要採取弱勢貨幣。他如果採取弱勢貨幣，就是低利息，他就把利息幾乎降到0，甚至有負的時候，希望大家能夠利息低嘛，你就來借。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長期日本大概利息從0到1嘛，像現在的1，那美國國債是4。如果我是一個大的金融財團啊，我們什麼事都不要做，我從日本借個相當於100億美金的日元借。我付你1%的利息，我拿去買美國的這個國債賺4%套利，我什麼事都不要做，我1年就是3億美金的收入。所以很多人這樣做，但是這是不是日本希望的？當然不是，他希望能夠恢復正常。所謂恢復正常的一個參考標準就是通膨，全世界大部分的銀行希望通膨是2%，那日本長期在很低哦。2020年日本的通膨是0，2021年日本的通膨是負0.2，它一直很低。那結果最近好了，最近好到這2022是2.5、3.2、2.7、3.2，就是
突然一下子變成正常了。所以最近他希望能夠怎麼樣，能夠提高他的利率，他希望他的利率跟全世界一樣，不然你的利率特別高或特別低，對你影響很大。就他在提高的時候，很多人就發覺，哇，那我原來借你的錢去的，我趕快把你同意還，就一下日元就垮下去了。這是影響他最近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因。但是這個的影響主要在中小型的叫做內需型的企業，大部分倒了，大型的跨國的目前都還可以撐得下去。那會不會影響很大？我覺得以日本的實力，我跟你講，日本的經濟實力還是很大的，造成一個巨大的一個叫做黑天鵝，幾率不大。了解。好，但是現在日本的金融市場還是有一些考驗在後面呢。最近呢，他們的政府就有一项要提出高達370兆日元的一個長期投資計劃，就是要趕在現在熱頭上的 AI 發展、半導體、國防跟先進製造這樣的一個長遠願景。但因為部分的融資設計是仰賴所謂的過橋國債，還有這個定義模糊的稅外收入，這就埋下了很多的不穩定的因子哦。剛才我們黃艦長有提到，過去這個廣場協議造成的衝擊啊，別忘了日本那個失落的10年，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很多人現在想到那件事情都還會怕。所以如果一旦黑天鵝真的出現了，經濟垮掉了，東亞其他經濟體是會一起下去，還是說，借由日本這個強大經濟體的垮掉，其他人反而可以吃飽一點？賴老師，我覺得過去日本由於在全世界它的經濟體排名第2，对啊，然後接的美國很近啊。所以它在亞洲是遙遙領先的情形下，日本的衰敗對亞洲的影響衝擊面很大，很大。就是你剛剛講的30-40年以前，它所發生的事情。是。可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在全世界排名第2，事實上平準購買力排名第1。是。日本也不過中國大陸的1/4不到啊，大概在1/5到1/4之間，也就是它就有4萬多億美元左右啊。所以日本如果它的經濟出現很嚴重的問題的話，我個人覺得對亞洲的經濟有影響，但是不至於衝垮亞洲，因為中國大陸可以把亞洲的經濟支撐起來。以目前來講，大陸是整個亞洲所有國家的第1大貿易夥伴，幾乎了所有的亞洲國家。所以，但是日本不是，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我覺得日本會產生影響，但是不會像40年前影響那麼的大，這是第一個。可是日本的風險開始浮現了。過去我們常講說，日本的政府是高負債，可是它還是很安全。那是因為90%都是日本的國民跟央行在買，日本的企業、銀行、日本的央行，還有日本的國民買國債90%，所以外匯的這個10%的買賣拋售影響不大。可是現在的情況是，它最憂慮的是，如果它一旦升息的話，那日本政府怎麼辦？所以我個人覺得，以日本來講，它還是有風險的。中日之間的稀土對抗，近期台面上台面下有許多的動作在發生。日本富士電機呢，最近2位員工做了一些壞事被中方逮捕呢。他們是以這個走私受管制的稀土磁體產品為由呢，已經被正式批准逮捕了。那為什麼日本要來走私中國這些稀土？就是因為前段時間首相高市早苗那一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把中國大陸給惹惱了嘛。那現在呢，就是卡着這個稀土的脖子，而且這件事情不只是員工的個案哦。隨着中國官方深入的挖掘下去，發現竟然有一條灰色產業鏈在背後運作。因為牽扯出的內幕呢，包含了這個涉案的企業員工之外，也包括了出口的這個中介貿易商，還有協助通關放行的海關人士等等。發現也有許多的中國籍人士涉入在其中，所以展開這個大規模調查，就像葡萄一樣，一抓一大串。現在有10幾個人呢，都要接受調查了。這個案件看起來已經不單單是一個企業的間諜案了，或許背後還有這個國家層級的考量，而且是一條完整的稀土走私鏈，現在浮上了台面。那麼中國的稀土供應就真的這麼重要嗎？一斷供，我們就看到日本的企業現在已經是有點受不了感覺了。這個台面上還在硬撐，在私底下走私。中國的稀土管制把日本企業給逼急了嗎？那麼之前我們看到有輝達的這個白手套禁令，現在則是有稀土走私想要瞞天過海，可以說大家為了拿關鍵的物資無所不用其極。所以首先我們要請教賴岳謙老師這條路執行起來，走私有這麼容易嗎？在中國的眼皮子底下，你怎麼看？當然不容易。高市早苗確實急了，日本也很急啊。但是他們表面上裝的好像沒什麼事一樣，
其實急得像無頭蒼蠅。你看高市早苗跑到 G7 的時候，也一直在講到稀土的問題，而且一直要求 G7 大家一起來搞一個所謂的去中國化的這種稀土供應鏈，然後說要斷絕跟中國的關係。可是你看到 G7 到最後的一個決議是說5年後看能不能降低到依賴中國只剩下60%左右。那依賴中國60%，那意思也就是要花5年的時間，那就意思也就是之前的依賴可能高達80%、90%都不等啊，這是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裡面，我們看到日本的很多企業就裝的說，哎呀，我們以前已經從印度那邊過來了，可是印度的供應事實上是有限，而且品質不穩定啊。那另外，現在印度也在縮緊出口的這個情況，所以事實上日本的企業是越來越着急、越來越緊張的。緊張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就是說你是民間企業，民間企業你面臨的稀土斷供的危險，而這個禍是由你的政府所惹出來的。對，那你民間企業應該大家聯合起來跟這個高市早苗說，哎，你當初你們選舉的時候，你們自民黨選舉是我們給錢的，沒有我們的錢，你們怎麼可能選得上？而且你們的政治獻金都是我們給的，你們參券還貪污嘞啊！那你們怎麼今天惹這個禍由我們來承受？好，我覺得日本的企業界沒有做這件事是不對的，這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日本的企業界現在自己卻開始走違法的路徑，違國家安全法，違反中國的國家安全法。中國的國家安全法早就已經有規定了，而且這個細則講得很明白，就是磁鐵必須是一體成型的。對，換言之，也就是說，你只要把相關的東西一拆除，這個磁鐵就壞掉了。它必須是要這樣子的設計。換言之，你不能用組裝式的。好，這個法律規章得很明白，規格也解得很明白。那日本為什麼他派駐在中國大陸的北京的副高管？他就是副主管了，副主管，這很高階的員工了，他為什麼要鋌而走險？而且為什麼一個日本人派過去技術人員、工程師，他負責來指導他們的工廠怎麼去做這種組裝式的磁鐵，而且一定是秘密的、偷偷的進行。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日本的員工就少數幾個人。也就是派駐在中國的工廠，他們來操作，不讓中國的員工去接觸。可是我相信很多中國的員工一定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們半夜或者是偷偷的在那邊？對，怎麼會在做一些什麼東西啊？那當然，這個消息一定是走漏了，也一定有人開始舉報。舉報以後，那當然公安機關就開始循線在查了嘛。循線在查，證據確鑿了。而且也涉及到中國的海關人員，很有可能有些人收受賄賂，也不一定了。目前來講都還在調查中，還有沒有一些報進出口的這些相關的企業？那麼為了獲得巨大的利益，他這個偽報這些不實的證件把它夾混走出去。但是不管如何，我看到中國大陸收網了，也就是證據確鑿了，收網，所以在海關擋下來抓起来。抓起來的時候，先剛開始公布的是行政拘留，而且也讓日本的派駐在中國的大使館他們的工作人員按照他們的領事的這個待遇，他們可以去探監。可是您看到日本馬上表達強烈的抗議，可是中國大陸就是說，對不起現在還在調查中，沒有幾天確定了他們的犯罪行為非常的確實，批捕了。那也就是從行政拘留到逮捕，那就代表什麼？違法已經確定了。基本上來講，中國大陸的對外國的員工他們在中國大陸的違法一定是基本上冤案幾乎是零，不會冤枉你了。我們還沒有看過有任何冤案，所以日本人心知肚明。但問題就在於，為什麼私人公司要去違反中國的國家安全的理由，要來的這樣的一個違法的行為，他都來幹？他是私人公司他可以離開公司嘛？他為什麼要這樣幹？這代表這個公司被逼急了。好，可是問題就在於，難道這只是一家公司嗎？不要忘了，半導體產業、汽車產業、軍工產業，而且還可以延伸出來的更多，甚至他們現在目前想要發展的無人機，這些都需要用到馬達，都需要用到磁土。
我個人認為日本是真的着急，只是說他們裝的好像，哎呀沒什麼事，我們的存量還夠，哎呀我們有印度可以來，我們還有第3軌道、第2軌道，我們還可以用拆裝的方法。其實那是一種裝模作樣，也就是說，拜託啊，你政府趕快給我解決問題吧。好，也就是因為這樣子了解日本的痛處，所以現在中國對日的出口管制又在升級了。在6月的時候呢，又有新的動作，中國商務部新增了20間的日本實體列入管制的名單，還有20間的觀察名單，而且當中不乏大咖哦，三菱集團、防衛研究所等等，這些都是日本軍工核心的單位哦。就拿中國限制這個關鍵的重稀土，我们看到氧化鋰這個東西來說，觀眾朋友，它可不是普通的工業粉末，你包括半導體製程、高性能陶瓷、精密的光學、軍用的耐熱塗層，還有這個我們說隱形戰機的這個塗料的材料裡面哦，都離不開這個氧化鋰。所以它的供應斷裂呢，就直接導致日本的化工大廠啦、醫療陶瓷企業拉警報了。那當中呢，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以稀土牌出口管制來教訓日本的這個時候，這一場關鍵的供應鏈戰會不會改變到整個東亞產業或是戰略格局的發展？尚志哥，我相信一定會，特別對於日本的他們引以為傲的整體的工業，這個工業包括傳統的這種大的製造業，乃至於剛剛其實賴老師也提到的部分，半導體，包括現在最先進的這些產業，都會受到影響。我想，其實這一次在6月底，中國大陸商務部又在公布另一波，包括了關注的清單，包括了管制的清單。要知道，在今年年初公布這20家，包括涉及到像三井這些，一開始覺得中國應該是不是就是一個動作，是個宣示性的動作，沒有人想到有第2波，包括日本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也就是為什麼在6月29號公布之後呢，過去日本的個性，日本的這個政府方面的個性是，如果有任何的這種所謂制裁行為，他們一定會先觀察個2-3天。結果這6月29號公布之後，隔天日本官房長官就直接召開記者會，表示不能接受，表示很強烈的態度要跟中國大陸抗議。所以你可以感覺到，無論如何，高市早苗政府有痛咯，在這一次這個第2波，因為難道就有第2波嗎？有第1波、第2波，是不是還會有第3波？再加上這次公布的清單裡頭有9家都是跟三菱相關的，而且有4家都是跟日本的防務省幾十年的研發機構，所以是不是一些他們要做一些樣機，包括這個軍工業當中的更研發的部分？切斷的部分就不只是制造產業了，而且我們同時來看，其實最近除了這個制裁方面的話，有更多像剛剛其實建朝所提到的，我們知道先前對於鎢，對於已經使得日本當中2家最重要的這個公司永久不生產了，對，然後也傳出了工業鑽石，就是切割的東西，前盾也受到影響了。最近談到這個鋰是什麼概念？因為大家赫然發現，跟去年2025年同期相比，到今年竟然整個氧化鋰相關的進口竟然只有去年同比的1.17%，剩這麼一點點而已。而且後面包括一些鍺跟鉈，甚至到今年是0，完全沒有進口任何1公克到日本，而這些都恰好可能是汽車產業當中非常需要的這個東西。所以呢，中國大陸現在看起來是系統性的來制裁日本，而且這制裁不只是說逼你高市早苗要對於台灣有事這件事情你要道歉，不止，很可能是做一個歷史的總清算。這個清算是包括對於你現在日本，包括你的匯率問題、你的產業問題、你的債務問題、整個日本國債問題，然後你在經濟產業當中，你明明有那麼多債務，結果你高市早苗全世界跑來跑去，包括又跟印度又在哪裡跟菲律賓簽一些產業合作，又畫大餅。要舉債，雙方有幾十億美金甚至上百億美金合作，你不是欠債嗎？所以，那你現在在這個工業製造業又是你最大的稅收來源。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在研判，不只是在你工業懲罰你，是不是針對整個日本產業經濟的結構？你高市早苗膨脹軍國主義，膨脹你在國際當中的合作，在印太當中要圈圍中國大陸視為威脅，於是中國大陸這個制裁當中。打你的不是軍工業，打你的製造業，甚至是不是要把你的製造、軍工、光電這些當中打到完全沒有辦法，甚至打到坍方為止、坍塌為止。所以，我們看，於是這個影響性來講，不只是中國、日本過去來講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2個工業心臟。
那麼日本當中來講，又有自己本身的市場跟它的戰略。如果中國不只是意識上的懲罰你，一波一波又一波的制裁，一波一波在稀土方面各方面這個控制，直打到你日本製造工業，要把你打損，把你打殘。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歷史性階段，我想對日本的深層影響跟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工業製造的部分格局，我相信那都是難以想象的。是，好，就像上次哥分析的這個觀點哦，中國大陸現在持續在對日本的稀土做施壓，把這個脖子卡得非常的緊，讓日本的企業非常的難受。那高市早苗首相呢，還沒有看到他對於中國大陸呢做出這個比較態度端正的一個道歉，但是他還是有很多的動作频頻。就是四處奔走，找盟友，找解方。最新的動作呢，是高市首相去到了剛才提到的印度見了總理莫迪，促成了日本跟印度在關鍵礦物還有半導體領域的合作，就是要強化供應鏈韌性跟經濟的安全。那除了找外援之外呢，日本自己也把目光轉向了距離這個東京的東南方大概2000公里這麼遠，有一塊面積只有1.5平方公里的小島，叫做南鳥島。但你不要看這個島雖小它附近的海域蘊藏着極具開發潛力的海底稀土資源，這就是日本打算商業化開採稀土，未來找一張稀土不求人的王牌。但是呢，這個南鳥島還需要很多的勘探作業、試採作業，這後面還有很多的後續相關的問題。但至少目前是日本找到了一個解方之一，所以日本對內對外我們都看到在做出了許多的努力。然而手上握了這些手牌，足以被中國大陸斷供之後，在稀土牌這方面找出自己的一條路嗎？我們問一下艦長。我覺得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先不要說日本多麼的強大或是衰弱，你去看美國的例子。你看美國在去年这個打這個關稅戰的時候，他一開始秋風掃落葉，他把全世界幾乎每一個你看那個領袖都對川普的各種的好，討好取悅於他。那他用同樣的方法對到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沒有屈服，結果中國大陸用了一招，就完全扳平了這個趨勢，就是稀土。那大家可能很奇怪，說稀土到底是怎麼樣？你就要我用經濟來威脅你，就好像我想把你餓死，那需要一段時間你才能把你餓死。可是稀土這個就把你的空氣抽掉，你會立刻你的所有的這些叫做比較重要的一些工業就完全就要停擺，所以美國清楚這個之後，他就知道我沒有辦法跟他對抗。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在關稅戰裡面唯一退讓的國家就是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打出的那一張王牌，它不是牌，那張王牌就是稀土。那稀土你想要去克服它我可能不是很專業，我看過一些專業的書，他講得很清楚，要用國家級的力量推動。投資上兆美元，至少10年才能克服。你就說他們這些所有的幾乎都不可能。那接着你就會想，所以你能不能夠克服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叫做相對的實力，你知道？我們拿美國，美國克服不了，對不對？那我們先看看美國跟日本的實力。我們先說2025年的 GDP， 名目 GDP， 美國佔全球27%，日本佔全球3.7%。你知道日本它的實力遠比美國要差。第二個，我們說這國際關係，你在國際你要拉攏這個拉攏那個的，對不對？那你再看美國到目前為止還是世界的大哥你可以說他各種的在東升西降，但是表面上看他也是世界的大哥。而且在過去從二戰以來，他幫過多少國家？那大家再去問問自己一個問題：日本從二戰到今天跟誰是鐵桿兄弟？沒有一個。他在二戰把整個東南亞打得一個稀里啪啦的。他跟誰曾經是鐵桿？沒有。當然，因此現在高市早苗在全世界跑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其實在各地的時候他是在告狀，他不是在求助。是什麼叫求助？拜託這個事情你幫我一下，我就能夠稍微克服一下。誰能幫他？沒有一個人能夠幫他。大家都知道，沒有人能幫你，連美國自己都克服不了，我怎麼幫你？所以他其實一直在講，每一個地方都在重複說這些事情，所以到最後你就發覺高市早苗在到處抹黑中國，你看到沒有？他這樣對我稀土這個樣子，對我們這樣，這是一個告狀型。然後我再說一個，最後一個這個所有的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說好聽的，他在樂觀的期待他能夠翻牌，其實他就是在做一個叫做病急亂投醫，然後現在。所有海鳥島的這個東西
它只能說是一個很長遠的戰略的一個儲備。你要想和印度合作，也只是一個叫做外交的緩衝，但它都不會起實際的作用。了解。好，持續要來關心到的是，北京現在全面出手了，做了什麼呢？稀土這一次卡關，不只是日本而已，還包括了美國，現在可以說是全線告急了。同時呢，印太的同盟是否鬆動呢？今天另外也會關心殲10C有沒有可能也進入到歐洲國家，中國大陸的殲10賣到歐洲國家去，直逼北約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這一次中國大陸對日本跟美國的稀土卡關能夠重創這兩國的產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說，這個影響其實還要再觀察，還在持續的發酵當中，那麼其實可以留言寫2，來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今天3個火線話題一樣，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看到第一個，中國大陸的稀土禁令一下，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這一次呢是急奔印度了。那麼等一下會來關心到說，不只是日本拉起了警報，產業界包括了全美的軍工是不是也面臨拉警報的危機呢？現在北京手中最有利的東西是不是就是稀土，甚至比航母還要更可怕的戰略武器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提到的日本，他於是呢高市早苗跑到了印度，希望跟印度一起合作，打造亞洲的軍工聯盟。印度則是在這個時候呢開始高度的懷疑美國，喊出戰略去美化美國主導的印太盟友體系是不是開始在這當中，我們看到有一些裂縫了呢？中國會不會趁勢的來瓦解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布局？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今天會來特別關心到是塞爾維亞的總統，他特別宣布的說他會來採購，這是最新消息，中國大陸的這款飛彈 NQ9，那再加上之前其實有買 CN400 AKG 等等，現在最新的消息是說有沒有可能除了買飛彈之外，接下來會引進中國大陸的殲10C賣給塞爾維亞呢？如果真的成真的話，那是中國的戰機首度的攻進到歐洲國家去，會直逼北約防線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波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對日本、美國的稀土制裁，可以說呢，已經正在逼全球的軍工產業重新的站隊排隊。中國大陸我們看到它沒有發射任何一枚飛彈，對於日本跟美國的影響重挫有多大呢？首先，我們前幾天談了非常多，對日本就是它的原料斷裂的一個風險。那麼對於美國來說呢？美國來說的話，它是重挫了。美國對它做的限制是將2大稀土企業呢，還有包括了10家實體企業都列入了制裁名單當中，導致美國不管是在軍工、晶片，甚至是新能源產業上，現在說也是全線的告急了。所以呢，在此刻我們看到高市早苗急奔印度希望呢聯手印度一起打造這個去中國化的稀土供應鏈，這是第一個就產業他所做的事的一個事項。第二件事情是說，在軍工方面，他們要一起共同開發 AI 軍用無人機，但是高市早苗希望和印度合作，但是印度呢，它有沒有這樣子的意願呢？因為印度現在呢開始喊出要去美化的一個戰略目標，原因其實有2個。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呢，美軍我們看到在美伊衝突之後，美國迅速的修復跟巴基斯坦的關係。所以讓印度開始懷疑美國的態度了，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是美軍更正式的更名，把印太司令部改成呢，包括了這個太平洋司令，所以印度呢已經開始懷疑說，是不是華府正在質疑印度的一個重要性已經不再如此的重要了，要喊出戰略去美化呢？換句話說，如果說印度它已經降低對美國的依賴，那麼日本找上印度做的這個印太軍工聯盟也會充滿變數，是這樣子的嗎？中國大陸的稀土的限制對於美日來說，到底衝擊有多大？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衝擊當然很大啊，特別是對於日本跟對於美國啊，因為日本事實上是很有經驗的一個國家，過去他也用稀土去卡這個韓國，然後他跟中國大陸爆發了這個衝突以來啊，中國大陸也曾經用過稀土去卡住日本，日本花了10幾年的時間解決不了稀土的問題。所以高市早苗現在的這個行為、這個動作都是一個姿態，他解決不了現實的問題。
G7 開會說他們要稀土去中國化，要去擺脫對中國的依賴，目標定在2031年，5年後。但是問題就在於去中國化依賴多少？他們說盡量降到60%或者50%以下，所以等於是還是有50%以上要依賴中國大陸嘛。但是問題就在於5年、6年以後能不能做得到？我們一般客觀的估計還是做不到。這個牽涉到很多的問題，採礦的技術問題不大，但是提煉呢、設備呢、人才呢？而你歐美的還有包括日本，你的大學、大專院校裡面，你根本已經沒有這些科系，也没有這些人才的儲備，更何況就是歐美的國家有多少個孩子願意去讀這個系呢？能進這個系呢？你老師都找不到，然後他們還考慮到未來你這些科系它本身的這些公司它的發展跟事業跟前途，因為現在中國大陸佔有絕對的優勢，不管是儲量，中國大陸佔絕對優勢，生產製造量，全世界依賴中國大陸幾乎是70%以上，然後在重稀土這個部分依賴到90%，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中國佔有絕對的優勢，它可以透過市場的機制來調控，會使這些歐美的稀土企業它的發展根本沒有空間嘛。那你一直靠着政府補貼的情形下，這個企業的利潤是有限，它的前途是有限的。有哪些頂尖聰明的孩子要去考這個有關於冶煉學系，沒有人要去讀，那你老師也找不到，學生也找不到，研究生也不在，那你請問一下，你去哪裡找這個人才？所以都在空口說白話，都在擺姿態。我個人認為這是人類世紀的最大的詐騙集團。用政府人民的血汗錢去養這一些企業，這些企業再把利益輸送給這些政治人物，錢撈光了以後，最後說我做不到，沒了，一拍兩瞪眼，還是跟中國大陸買，這是必然的趨勢。現在的情況是因為日本撐不住了嘛？美國事實上軍工企業也撐不住了。4架戰機只能生產1架 F-35戰機，那請問一下，它如何去量產它的 F-35？F-35都是如此的，雷達、導彈系統更是如此。所以美國有問題，日本也有問題，而美國還在擺姿態說我要對你中國大陸的企業那麼列出清單來。中國大陸是一次就給你做動作了，馬上宣布，而且立刻實施。那你美國才知道說你原來是在擺姿態，但是中國大陸是給你玩真的。好，所以這一次這個稀土一卡關，對於日本跟美國的產業還有軍工來說，這個影響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嘛，高市早苗就跑去找印度尋求幫忙，但是重點來了，印度現在也不信任美國，或許呢也沒辦法跟日本同心。那就這個問題，聶老師又怎麼看 ？OK， 印度其實也從來沒有相信過美國啦，他不是懷疑他的態度啊，是動作啦。這個動作讓他不爽了哈。印度什麼時候相信過美國？印度從來沒有完全接受美國軍工業或等等，他也有蘇凱啊，全國也有歐洲。這次之前去年不是印巴戰爭嗎？他用的是什麼？是法國的那個標風陣風啊，所以他並不是全美國。但是呢，印度是一個非常自信的國家，你知道，他很自大，他們夠聰明，所以呢，他只要誰對我好，他就跟誰了，基本上這樣。你開始用動作去跟巴基斯坦好，巴基斯坦又跟我衝突，我不喜歡你了。所以我覺得是這個原因。好，我現在講一下美國。美國呢是什麼都要，他只要你願意做小老弟，維護我霸權，我就對你好。然後這次出現一個問題，巴基斯坦這個比較有趣的國家，巴基斯坦當時他的很多軍力在跟印巴戰爭的時候是靠中國戰勝，我講殲10還有這個 PD-15，這個大家都知道。好，那當時戰勝之後，當然大家知道巴基斯坦它有它底氣，背後軍事有中國撐腰，可是巴基斯坦其實它的心靈也是很靠美國的。這一次的美伊戰爭，其實巴基斯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巴基斯坦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中間撮合者，而且他很聽美國的話，是美國希望他去守，否則的話，美國沒有辦法直接跟伊朗談，因為伊朗已經不太甩你了，我被打死我都不聽你的，所以是巴基斯坦弄成的。而且巴基斯坦在之前剛開始中國在卡美國脖子稀土的時候，因為美國的產量那個儲量只有180萬噸，中國是4400萬噸，它根本比不上。今日演練的功夫也沒有，這時候卡住脖子。巴基斯坦的高層曾經還偷偷的拿那個金剛石以及中國給他一些技術
帶到美國去，你知道巴基斯坦的想法，所以美國找巴基斯坦是有機會把它再做小老弟的。可是這個問題來，巴基斯坦也很靠中國。你看這個談的問題有5個國家，有印度、有美國、有這個這個巴基斯坦，還有一個日本。你剛講一個日本很重要。剛才我們這個賴老師也講到了，日本、美國現在都玩了。我跟你講。民用的可能稀土還給你用一下，它的17種稀土，我告訴你，卡住你軍工產業，你光一個剛講 F-35彈頭要410公斤，你的艦艇啊，你個雷達真的都出問題，所以它的軍工產業、航太產業，將來只要中國做狠一點，當有時候我們講比較利益嘛，它也有所謂的利益交換、物交換，它不可能全卡了。但他只要卡到你重要的，我跟你講是2敗俱傷，但是日本、美國絕對會傷得很慘，所以日本現在真的沒招了，所以他必須再找別人。之前在釣魚島事件就跟澳洲簽了所謂的日澳的所謂的技術開發合作，其實有成功嗎？又說在藍鳥島礁裡面又發現了6000公尺深，它有1間200萬噸的稀土泥。你去挖挖看多貴，怎麼挖？好，現在去跟印度，這是有道理的啦。他做這東西有道理，可是你印度就真的跟你那麼合嗎？這是一個動作，看得出來高市這個個子小，還是蠻認真，到處跑啦。但是他的功力，我覺得還是有限啦。這個印度也不會非常喜歡日本，所以他們會在利益上做交換，不可能有非常強烈的聯盟。最後還是講句話。中國講不好聽點，中國因為在全世界是一個共產國家，全世界用民主聯盟會把它壓制。他為了排除民主聯盟，為了穩定前行，只要穩定前行的國家對他好，他就會好。所以講不好，他現在有了王牌稀土，他只要扣住下去，最後我就像剛剛賴老師講，我想日本、美國可能都會沒轍，未來可能中國只要他穩健的走下去。這些國家他也不要得罪你，好好的對你，那麼該給你就給你。我覺得走下去，中國真的會在全世界走到一定的高度的水位。好，中國大陸用稀土卡關，包括了美國跟日本，確實已經重挫到這個2個國家的軍工產業。那另外一方面，同樣也是軍工產業，中國大陸呢，它的飛彈正式的邁進去的這個國家就是塞爾維亞，因為呢，最新消息是來自於塞爾維亞的總統最新宣布的，他說，他會採購中國大陸的 MQ9這個遠程防空系統，再加上之前買的 CM400 AKG 超音速飛彈，現在傳出來說，塞爾維亞下一步會不會也可以買到大陸的殲10C 呢？如果真的成功買入的話，代表中國的主力戰機首度的等於是部署到了歐洲國家，當然了，等於是直接跨入到了北約的家門口，這時候北約也就在威脅這個烏克奇說：“你不要做這些輕易的舉動。”厲將軍怎麼看？我認為說是這個塞爾維亞跟中國買殲10C的戰機，應該是塞爾維亞有這個意願要買，非常希望能夠買到。那我也認為中國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會賣哈。怎麼講呢？因為這個塞爾維亞已經跟中國買了我們講的 CM-400這款的空射型的對地的超高音速導彈哈。那這款導彈現在來講的話，塞爾維亞已經在用了。它用在什麼飛機上面？用在它老舊的米格29。大家會覺得很奇怪，這種新式的導彈用老式的戰機怎麼能發射呢？那中國就是有這種本事，它沒有修改米格29，它用平板就可以發射 CM400。你看這個多厲害！那 CM400這款導彈有多強呢？你知道在去年5·7這個印巴空戰的時候，這個巴基斯坦用這 CM400的這款導彈擊毀了印度很多 S-400的防空飛彈的陣地，證明來講，它對空對地的打擊力度是非常大的。那甚至于在當時他用這款導彈威脅到了印度，讓印度的這種它的航空母艦不敢靠近巴基斯坦的海岸，就是因為有這款導彈。那現在這款導彈很這個，就是說，如果它要掛，最好還是要掛在中國的戰機，才能夠 match， 才能夠這個配合作戰，才能夠實施現控。那塞爾維亞現在買的戰機叫什麼？因為它必須要淘汰它的米格29，那很老舊了。他之前買的是法國的陣風戰機，可是陣風戰機你這個系統不能跟 CM400整合在一起。所以我認為第一個最重要就是說，為什麼他會賣殲10C戰機？只有靠殲10C戰機跟巴基斯坦一樣，才能夠發射這個 CM400導彈。你說用平板發射，畢竟
還是這個整體上面來講還是落後一截了哈。第二個，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因素，我們講防空作戰是整體防空，你已經買了這個，比如說是我們已經知道他已經買了紅旗9，紅旗9是區域防空導彈，它射程可以到300公里那麼遠，比這個美國的愛國者3還要多100公里。那当然，第二個他買了要地防空，要地防空他買的是什麼呢？是紅旗22，他也買了紅旗22，就是他們外交型款叫 FK3哈，塞爾維亞也買了。那這個要野戰防空的紅旗11他也買了。那如果说連這個整體3重的防空系統，這個從區域防空到要地防空到野戰防空他都買，那當然他如果說能夠搭配到他的歼十戰機來講的話，當然更可以構成塞爾維亞整體的防空力量，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如果說中國都已經把這幾款導彈賣給他的話，那殲10C的戰機賣給他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